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信息学院丁海燕老师，欢迎走进 C 语言程序设计课堂。今天我们讲解定义和使用结构体变量。C 语言提供了一些由系统已定义好的数据类型，如 int、float、char。用户可以在程序中用它们定义变量，解决一般的问题。但是，人们要处理的问题往往比较复杂，只有系统提供的类型还不能满足应用的要求。C 语言还允许用户根据自己建立一些数据类型，用它来定义变量。下面建立结构体类型。C 语言允许用户自己建立由不同类型数据组成的组合型的数据结构，它称为结构体，在其他一些高级语言中称为记录 record。例如，一个学生的学号、姓名、性别、年龄、成绩、家庭地址等项是属于同一个学生的，因此组成一个组合数据，如 student1 变量反映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在程序中自己建立一个结构体类型，例如 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int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school char addr 方括号30花括号完。由程序设计者指定了一个结构体类型 struct student， 它包括 num、name、sex、age、school、addr 等不同类型的成员。声明一个结构体类型的一般形式为 struct 结构体名花括号成员表列。在成员表列中，对各成员都要用类型名、成员名进行类型声明。说明如下：一、结构体类型并非只有一种，而是可以设计出许多种结构体类型。例如 struct teacher、struct worker、struct date 等结构体类型，各自包含不同的成员。二、成员可以属于另一个结构体类型，例如 struct date 花括号 int month、int day、int year。struct stu int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int age struct date birthday char addr 方括号30。如图所示， birthday 成员是 struct date 类型，它又由 month、day、year 三个成员组成。定义结构体类型，它相当于一个模型，并没有定义变量，其中并无具体数据，系统对之也不分配存储单元。为了能在程序中使用结构体类型的数据，应当定义结构体类型的变量。一、先声明结构体类型，再定义该类型变量。声明结构体类型 struct student， 可以用它来定义变量。例如 struct student、student1、student2。struct student 是结构体类型名， student1、student2 是结构体变量名。如图所示， student1、student2 具有 struct student 类型的结构。二、在声明类型的同时定义变量。例如 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int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int age float school char addr 方括号30花括号 student1 逗号 student2。三、不指定类型名而直接定义结构体类型变量，其一般形式为 struct 花括号成员表列花括号变量名表列，指定了一个无名的结构体类型。说明如下：一、结构体类型与结构体变量是不同的概念，不要混同，只能对变量赋值、存取或运算，
而不能对一个类型赋值、存取或运算。在编译时，对类型是不分配空间的，只对变量分配空间。2. 结构体类型中的成员名可以与程序中的变量名相同，但二者不代表同一对象。3. 对结构体变量中的成员及域可以单独使用，它的作用与地位相当于普通变量。在定义结构体变量时，可以对它初始化，即赋予初始值，然后可以引用这个变量。下面来看例 9.1， 把一个学生的信息，包括学号、姓名、性别、住址，放在一个结构体变量中，然后输出这个学生的信息。解题思路：自己建立一个结构体类型，包括有关学生信息的各成员，用它定义结构体变量，同时赋予初值，输出该结构体变量的各个成员。程序如下 ：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long int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char addr 20花括号 a 赋值 struct student 定义结构体成员 num 结构体成员 name 结构体成员 sex 结构体成员 addr 定义变量 a 并进行初始化，输出变量 a 的4个成员的值，可以引用结构体变量中成员的值。引用方式为结构体变量名点成员名。例如，定义 a 为 student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可以对变量的成员赋值 a 点 num 赋值10010正确 ，printf %sa 不正确。不能企图输出结构体变量名来达到输出结构体变量所有成员的值。若有 struct student b 同类的结构体变量可以互相赋值 b 赋值 a 正确。结构体变量的成员可以像普通变量一样进行各种运算 b 点 num 加正确，表示自家运算。可以引用结构体变量成员的地址，也可以引用结构体变量的地址，但不能整体读入结构体变量。例如 scanf %ld 取地址 a 点 num 正确 printf %o 取地址 a 正确 scanf %ld %s %c %s 取地址 a 错误。若有以下结构体变量的定义 struct date 花括号 int month int day int year struct student struct stu 花括号 int num char name 20 char sex int age struct date birthday char addr 方括号30花括号 a 逗号 b 则 a 点 birthday 点 month 赋值12正确 a 点 age 赋值10 b 点 age 赋值9正确 sum 赋值 a 点 age 加 b 点 age 正确。下面来看例 9.2， 输入2个学生的学号、姓名和成绩，输出成绩较高学生的学号、姓名和成绩。解题思路为：一、定义2个结构相同的结构体变量 student 1和 student 2。2、分别输入2个学生的学号、姓名和成绩。3、比较2个学生的成绩，如果学生1的成绩高于学生2，就输出学生1的全部信息；如果学生2的成绩高于学生1，就输出学生2的全部信息；如果二者相等，输出2个学生的全部信息。程序如下 ：struct student 花括号 int num
char name 20 float score 花括号 student 1逗号 student 2，定义两个结构体变量 student 1和 student 2。用 scanf 输入学生1的数据 ，student 1点 name 前面不能加取地址符号。用 scanf 输入学生2的数据 ，student 2点 name 前面不能加取地址运算符 and。接着，输出成绩较高的学生的学号、姓名和成绩。若学生1的成绩高于学生2，则输出学生1的信息；若学生2的成绩高于学生1，则输出学生2的信息。否则，若两者相等，输出两个学生的全部信息。程序运行结果如图所示：输入10101王89 10103 0 90，则输出较高成绩为10103 0 90。好了，同学们，定义和使用结构体变量我们就学到这儿，下节课再见。